家好，我是西西，欢迎收听唐狗中文的西西 Chinese Podcast。在这一系列的 Podcast 里，我会向大家介绍各种台湾的日常与文化，以及生活中会用到的中文。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这是一首跟清明有关的唐诗。那么，你们知道清明节是什么吗？而台湾人又会在这一天里做些什么呢？接下来，我都会在这一集里面告诉你。首先，清明原本是24节气之一，那为何清明会演变成祭祀祖先的节日呢？我们普遍认为清明节是由寒食节和上巳节这两个节日演变而来。不过，现代人也已经很少在过这两个节日了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寒食节的故事。很久以前，在春秋时代，晋国的公子重耳因为战乱被迫逃亡。有一天，他的队伍迷路了，食物也吃完了。这时，一位叫介之推的大臣割下自己的腿肉，煮汤给重耳喝。19年后，重耳回到晋国，成为晋文公。他奖励了很多帮助他的人，却忘了介之推。但介之推没有生气，也没有难过，反而和妈妈一起回家，住在深山里。后来，晋文公听说这件事，想去找介之推，但山路太难走了，所以他们找不到人。有人建议他可以放火烧山，逼介之推出来，而晋文公居然也真的这么做了。但大火灭了以后，大家却发现介之推和他的妈妈坐在一棵柳树下，已经被烧死了。晋文公很伤心，决定让大家在介之推去世的那一天不生火、不煮饭，只吃冷食，也就是没煮过的食物。这就是寒食节。那另外一个节日上巳节又是什么呢？上巳节是农历3月初3的节日，是驱邪祈福的日子。以前的人们会在这个节日里踏青、沐浴等等。因为上巳节和寒食节、清明节这3个节日的时间非常接近，后来这3个节日就慢慢合并，变成了我们今天所熟悉的清明节。清明节通常在每年的4月4号到4月6号之间，每年都不一定。在台湾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，同时也是法定假日。清明节的重点就是扫墓，也叫祭祖，意思是家人一起去祖先的墓地，清理墓碑，摆上食物，并且烧香和纸钱，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。你可能会觉得
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节日，但其实台湾的清明节有时候也像是一场家庭聚会。另外，清明节也有踏青以及放风筝等习俗。那台湾人在这一天都做些什么呢？来，让我告诉你。首先就是扫墓，扫墓就是清理祖先的坟墓。我们会前往墓园为祖先的墓除草，并擦拭墓碑，让祖先的家干干净净。扫的意思是打扫，而墓就是坟墓，所以扫墓就是打扫坟墓的意思。不过，也有很多人的祖先不是住在墓园，而是灵骨塔或是纳骨塔。如果说墓园是独栋的房子，那灵骨塔更像是公寓或是大楼。接着就是祭祖，我们会准备供桌，上面摆上要给祖先的贡品，也就是一些食物，比如水果、鸡、鱼，甚至祖先生前最喜欢吃的食物，并摆在墓前。接着我们会拿香拜拜，并对着祖先说自己想说的话。拜拜完以后，我们会把香插入生米中，结束后再用手拜一下。如果想问祖先问题，也可以准备脚杯，也就是杯，并举脚，这就是跋杯，问他们问题。如果我们手边没有杯，我们也可以使用硬币来代替。那么刚才讲到了脚杯，脚杯又是什么呢？脚杯是我们民间信仰中人们祭拜神明时、询问神明时所使用的工具，通常是2个半月形的木片。不过我们通常不会说举脚，我们都是说跋杯，因为跋杯是传统习俗才会有的东西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台湾人比较常用台语去说的词。在拜拜完以后，我们通常会等一段时间，而这段时间可以当作是给祖先吃饭的时间。而差不多在线香燃烧了1/3左右之后，我们就会开始烧金纸。金纸或是纸钱是给神明或祖先用的钱币，而我们烧金纸给我们的祖先，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。在烧完金纸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收拾贡品，结束祭拜。另外，我们也会在清明节吃润饼，而润饼是一种像春卷的食物，它的里面包着蔬菜、豆干、蛋，还有花生粉，是个好吃又健康的食物哦。而在现代，很多台湾人清明连假时会因为工作繁忙而无法回乡祭祖，而这些人就会选择线上祭祖，也就是用手机 App 向祖先献花、点香。
你觉得这种做法如何呢？传统和科技的结合真的很有趣吧？好啦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了什么吧。首先，清明节是扫墓的日子，我们会全家人一起去祭祖，也会在这一天吃润饼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复习一下跟清明节有关的单字吧。祭拜，拜拜；祭祀 ，worship；祖先 ，ancestors；扫墓 ，tomb sweeping；墓园 ，cemetery；灵骨塔 ，columbarium；贡品 ，offering；线香 ，incense sticks；烧金纸，烧纸钱 ，burn joss paper；润饼 ，Taiwanese spoon roll。希望你今天学到了有关清明节的小知识，我也会在简介栏里放上这次的单字表。如果喜欢这集节目，记得按赞、订阅糖狗中文 CC Chinese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